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聊聊外星人的智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外星人应该有很高的智商，所以他们才可以乘坐飞碟，或是用某种方式从外太空或其他的空间来到地球。但这点假设只能说明外星人可能拥有我们人类所没有的科技，但并不能说明外星人一定比人类聪明，或是智商比人类高。记得好几年前有一部很有趣的外星人入侵电影《ID4星际终结者》，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情节，就是人类利用病毒破坏了外星人母舰对战斗飞碟的控制，最后人类将他们的防护罩破除，炸毁外星人的星际母舰，将外星人一网打尽。虽然这个剧情有点搞笑，也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，我个人认为外星人即使拥有比人类还要进步的科技，但未必通通比人类智商还高。有些外星人可能智商和地球人差不多，甚至可能比地球人智商还低。就好像同样是人类，也不是大家智商都是一样的，这是大数法则，有高就有低，有强就有弱。外星人的智商也未必都比人类高，更何况外星人与地球人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，他们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思考能力可能和人类差异很大。这就好比海洋里面的鲸鱼和海豚，以人类的角度来看，有时会觉得它们有很高的智商。例如，海豚可以用高频率的声音来判别方向，甚至来察觉障碍，并用此进行远距离的交流。显然，人类并不具有这种能力，但我们也不能说海豚比人类聪明。相反的，我们也不会去说海豚比人类笨，因为大家同样是哺乳类动物，但彼此的生理构造、脑神经系统结构都不一样。因此，谁比谁聪明或是智商高，必须看从什么角度来看。因此，外星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超过人类的能力，比如说可以用脑波来控制或是干扰别人，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像人类可以记忆大量的讯息与资讯。思考与反应能力或许很迟钝，眼睛视力或许薄弱，无法面对强光，甚至分辨高彩颜色等等。另一方面，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也未必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或是工程师，说不定只是一个飞碟的驾驶员。对地球上的人来说，飞机驾驶员的体能和视力必须要很好，反应灵活。但这些飞行员未必懂得核子反应的物理原理，或是可以了解一台飞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外星人的智商应该和人类差不了多少，但外星人可能在科技上的发展历史比人类长远，所以累积了许多人类所不了解的知识与先进科技。但科技能力绝对是透过时间慢慢累积，而不可能有跳跃式的进步。外星人可能带来一种地球人所叹为观止的科技产物，例如克服地心引力的反重力磁浮飞碟。这种飞碟甚至可以违反人类已知的物理定律，以高速甚至反重力方向运动。但外星人却很难把科技直接传递给我们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人类如果不具备制造先进科技的基本知识，没有基本工具设备与技术，那么就算有聪明的外星人帮助，人类也没有办法一样画葫芦的制造出外星人的东西。但是外星人如果愿意帮助人类，是可以加速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。这就好像当初爱迪生在尝试各类金属研究电灯的时候，如果外星人直接告诉爱迪生钨丝就是最好的金属材料，那么现今的电灯制造技术就可以提前几年。但外星人很难直接告诉爱迪生跳过电灯直接制造 LED 灯或是使用太阳能源，因为当时的配套相关技术还没有成熟。因此科技的发展是有可能加快，但是没有办法做跳跃式的演进，除非外星人提供了整套的机器设备与生产技术。但果真如此，那么也是很困难的。比如说，要制造飞碟的某些特殊金属和元素是不存在地球上的，那么就算地球有这些机器设备，但在缺乏某些关键材料的情况下，人类也很难制造出和外星人类似功能的飞碟出来。不过，人类本身是具有学习与创造能力的，智商也很高，或许透过外星人的教导与暗示，人类有可能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突破瓶颈，而创造出人类自己的文明与科技。想想看，为什么19世纪以后这100-200年，地球科技快速发展，发现了电与石油，后来能源的普及与取得成本降低后，更进一步带动了人类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。后来又出现了电晶体和半导体，最后又进一步的发明电脑和无线通讯和网络，让人类科技与文明在短短的100年内
超越过去的几千年，这是有点不寻常的。而在这当中，是否有受到外星人的帮助与暗示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当然，与其说外星人主动帮助我们，倒不如说可能是我们向外星人做某种利益交换所获得。就像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一样，大家互通有无，外星人也有可能也在地球上获取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假设，以目前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个几百年后，说不定人类也有可能结合太空科技、能源循环系统、冬眠系统等等，发展一套可以远距离飞行的大型移民太空船，也是绝对有可能的。那时候，人类不论是要探测其他星球的环境，发掘外星球文明或资源，移民至其他星球，甚至与外星人交流与贸易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人类文明不论如何发展，精神文明的发展必须要能不断提升，更普遍与普及地发展出崇尚和平、民主、尊重人权与珍惜生命、懂得善与博爱的文化才好。否则，高度的科技文明而没有相应的智慧与精神文明搭配，那么科技反而会造成很多问题，例如人口快速膨胀造成资源过度消耗，大气、海洋与山川水质的污染，工业化大量生产造成有毒废弃物的大量排放，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暖化，造成严重气候变迁。此外，环境的巨大改变也造成大量生物濒临绝种的惨境。追究这一切，根本原因就是人性的自私和贪婪。正如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货殖列传》中所说的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天下的人大多是为了利益蜂拥而至，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劳碌奔波。人们不顾一切，想尽办法获取财富和资源，废寝忘食、日以继夜的工作，进一步激化了人与人过度的攀比与仿效，笑贫不笑娼成了社会现状。如此，更加强了人们自私的意识和行为，为了满足无止境的欲望而过度开发、消耗资源。想想看，我们生活周遭有多少可随手抛弃的用品？有多少东西只是因为我们的好奇与虚荣心作祟，冲动购买却毫无真正实用价值的用品、装饰品？人们过度扩张所谓的生活物质享受与欲望需求的结果，就是导致地球严重的空气、水源、土壤污染、温室效应、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灾害的根本原因。回想19世纪，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以工业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科技文明。但是到了21世纪，我们马上发现，过去几千年以来不曾碰过的问题正排山倒海地接踵而至。其实，任何事物都有临界点与承载上限，就像一艘渡轮所能搭载的人数绝对有限，如果毫无限制的增加，必然导致翻覆。中国人常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当我们在讨论外星人智商谁高谁低的时候，让我不免想到，智商高低并不是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盛衰存亡的最重要关键。人类精神文明与智慧如何不断的提升与发展，才是人类永续存亡的重要关键。不论外星人的智商高还是低，当他们看到人类的贪婪、肆无忌惮的滥用资源、破坏环境，恐怕他们也早已对人类望之却步，离我们而去了吧。好了，今天 Jason 只是忽然有感而发，聊得有点离题了，希望大家别介意。今天的节目先到此告一段落，在下一期的视频我们会来聊聊时间旅行，敬请期待。另外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，我们都会考虑制作相关的节目。最后，也请喜爱我们频道的朋友们给予鼓励、点赞与分享，谢谢您，再会。